欢迎回来，各位爱动脑筋的妈咪们。在上一集我们谈到母乳宝宝的经受期，很多妈咪可能还是会有疑问。丽丽啊，我懂了，经受期是正常的，但是我的医生说 baby 从一条线掉到下面那条线是不是有问题？要是离青色的线很远，是不是太小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解密这些让人头昏脑胀的线条与数字。我要教你们像一个专业人士一样读懂 growth chart 生长曲线图，让你们可以自信的跟医生对话，而不是被那些数字吓到。记住一句话，生长的故事在曲线里，不是在单一的点上。在我们深入解读之前，我要先问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请拿出你 baby 的 growth chart 看看，它上面的线标着什么数字？那如果你看到3、15、50、85、97这一些标签，你拿到的是百分位图表，英文叫做 percentile chart。如果你看到的是-3、-2、0、-2、-3这一些标签，你拿到的是 Z-score 图表，也叫做 SD score。那现在全世界的诊所使用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就看诊所选择用哪一个系统了。Z-score 图表是 WHO 标准图表使用的系统，很多政府医院和诊所是用这个的。那重点是什么呢？这两个系统其实都是在说同一件事，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就好像奶瓶上面的 ounce 和 ml 咧，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测量系统。那今天我要教你们读懂这两种图表，这样子无论医生给你看的是哪一种图表，你都能理解。你不会再觉得哎呀，别人的图表跟我的不一样，是不是我看错了？或者两个医生给的数字不同，到底谁才是对的？好，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学。我会先解释百分位系统，然后再解释 Z-score 系统，最后也会教你们怎样判断你的 baby 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内。那如果你拿到的是百分位 percentile 图表，这一段特别重要，请注意了。那如果你拿的是 Z-score 图表，也请听一下啦，因为了解百分位会帮助你理解 Z-score， 而且有时候医生会混合使用这两种说法。OK， so 很多妈咪以为百分位就好像考试的分数，50分以下等于不及格，90分以上就等于优秀这样子。那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哈，而这个误解呢，就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焦虑。我在输入馆 podcast 里面就有用过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我把它叫做100个 baby 的队伍比喻。想象一下，我们把100个健康的同年龄同性别的 baby 按照体重从轻到重排成一队，如果你的 baby 在第15个位置，那就是15百分位，意思是有14个 baby 比他轻，然后有85个 baby 比他重，他还是队伍里面的一员，他是健康的。如果你的 baby 是在50个位置，那就是50百分位咯，意思是有49个 baby 比他轻，有50个 baby 比他重，这只是中间值，不是标准答案。如果你的 baby 在第90个位置，那就是90百分位，意思是有89个 baby 比他轻，然后有10个 baby 比他重，他也是健康的，只是比较壮。关键的概念是什么呢？百分位它不是分数，只是位置。任何百分位的 baby 都可以是健康的，只要他们沿着自己的曲线稳定成长。50百分位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让我问你们啦，如果全世界的 baby 都应该在50百分位，那么3百分位、15百分位、85百分位的 baby 去了哪里？数学上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医生说你的 baby 应该要在50百分位以上才算是理想体重，那么这个医生不懂统计学。Dr. Jack Newman 有一句金句，按照定义，必定有人在第3百分位、第5百分位、第20百分位，这些人也是正常的。那现在如果你拿到的是 Z-score 图表，请注意了， Z-score 是什么呢？ Z-score 它是另外一种表达 baby 在哪一个位置的方法。
但是它使用的是标准差的概念，英文叫做 standard deviation， 听起来很学术，对不对？让我简化给你听哈，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中间青色这一条写着0的线呢，等于50百分位，也就是平均值或者中间数，正数 positive 的数字，像正1、正2、正3，就表示平均重，负数 negative 就像负1、负2、负3，就表示比平均轻。Z-score 的好处是什么？它让医生可以很快的看出来 baby 有没有在安全区内，负2到正2之间是绿色的安全区，超过这个范围才需要更仔细的评估。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帮助更多妈咪看到这些资讯，可以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或者你也可以到我的网站 anggugu.com 给自己申请一张美美的哺乳奖状。你的每一份支持都在帮我把正确的哺乳知识分享出去。现在无论你拿的是 percentile chart 还是 Z-score chart， 我要教你们一个通用的原则，就是安全区的概念。我用交通灯来比喻啦，青色安全区，如果你用百分位系统 percentile 系统，大约就是在第3百分位到第97百分位之间，就是第一条线和最下面那条线之间呢。如果你用的是 Z-score 系统，是 negative 2到 positive 2之间 OK， 就是上面算下来第2条线和下面算下来第2条线中间这个区，意思是这涵盖了约 95% 的健康 baby， 在这一个范围内就不需要特别担心。接下来黄色警戒线，如果你用的是 percentile chart 百分位系统，是接近3百分位或者97百分位，接近哈。如果你用的是 Z-score 系统，是接近 negative 2或者 positive 2 OK， 接近，意思是要开始密切关注，但不一定有问题 OK， 不一定有问题，只是可能需要更详细的评估。然后红色行动线，如果你用百分位 percentile chart 是低于3百分位或者高于97百分位，如果你用的是 Z-score 系统，是低于 negative 2或者高于 positive 2，意思是需要更详细的医学评估，但也不是说一定有严重问题，只是需要专业人士仔细去看看 OK， 记住无论是哪一种图表，原则都是一样。第一，看趋势，不要看单独一个点。然后第二，在安全区内就不用担心。第三，关键是 baby 是沿着自己的曲线稳定成长。 Growth chart 生长曲线图表上，单一数字句点等于一张照片，生长曲线整条线就等于一部电影。如果我给你看 baby 今天的一张照片，你能判断他的健康吗？也许可以看个大概，但是不够全面，对吗？但是如果我给你看 baby 从出生到现在的整个成长 video， 没有停过的，你就能看到完整的故事，他是怎样成长的，他的成长速度如何，他有没有遇到问题，这个就是生长曲线的意义。看懂 Growth Chart 生长曲线图表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寻找模式，健康成长的轨迹是什么样的？它是应该跟着百分位线或者 Z-score 线稳定上升。如果在某个百分位或者 Z-score 附近有波动，这个是正常的起伏。在经受期轻微下移后，会建立新的稳定曲线。有问题的成长轨迹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幅度的往下掉，持续跨越2条或者更多主要百分位线往下，或者跨越一个 Z-score 往下 OK， 如果是完全平的横线，就表示不增长，而往下掉的曲线就表示体重下降 OK。 然后第二个看懂生长曲线图的重点，就是不要纠结于单一数据点 OK。
baby 的体重会因为很多因素短期波动，比如说刚刚喝完奶 vs 还没有喝奶，刚大便 vs 还没有大便，刚吐奶 vs 没有吐奶，穿着衣服称 vs 没有穿衣服称，或者刚好 baby 生病之类的。一次测量偏离曲线不代表有问题。然后看懂生长曲线图表的第3个重点，就是观察整体状况。生长曲线只是评估 baby 健康的工具之一 OK， 更重要的是看整个 baby， 比如说他的精神状态，他是清醒活泼有反应了吗？然后他的大小便有足够的屎尿布和大便吗？然后他的发展里程碑，他翻身啊坐啊爬啊这些东西，还有他的皮肤颜色，还有他的肌肉 muscle 的张力，是健康的肤色吗？有良好的肌肉力量吗？一个快乐满足互动良好的 baby， 即使在低的百分位或者是 negative 的 Z-score 也通常是健康的。体重不是唯一的指标，有些医生只是看体重就忽略了身长身高，这是一个大错误。记得上一集提到那个4个月半的 baby 吗？他的体重 5.95 kg 被医生说太轻，在35百分位，但是他的身长是69 cm， 这个是非常高的百分位。那让我们对照 WHO 的生长曲线4.5个月的男宝宝，他们的平均身长是大约65 cm， 这个 baby 是69 cm， 在90百分位以上。解读是什么呢？这个 baby 不是体重不足，他是精瘦的高个子 baby， 他的身体把能量优先用来长骨骼，也就是身高，发展大动作像翻身坐这些东西，还有用在大脑发育，而不是囤积脂肪。让我给你一个快速判断的方法，如果 baby 在绿色的安全区内，而且沿着自己的线稳定成长，精神好，大小便正常，有学到新技能，那就继续观察，不需要干预。如果 baby 的线大幅度往下掉，跨越了2条主要的线，而且 baby 看起来无精打采，哭声是很微弱的，然后尿布又不够湿，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寻求泌乳顾问的帮助。记住，改善哺乳技巧才是第一步，不是直接就去加配方奶。OK， 这个 video 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一，就是先搞清楚图表的类型。百分位 percentile 图表和 Z-score 图表是2种不同的语言，说的是同一件事。然后第二，百分位 percentile 不是分数，它只是位置，任何百分位都可以是健康的。然后第三，Z-score 的安全区-2 negative 2到正2 positive 2都是正常范围，涵盖 95% 的健康 baby。 然后第四，这2种系统可以转换， Z-score 0等于50百分位， Z-score negative 1就大约等于15百分位， Z-score negative 2就大约等于300分位这样子。然后第五，故事在曲线里，单一的数据点就等于一张照片，生长曲线就等于一部电影，看趋势不要看单点 OK。 还有第六，长高不长胖，体重要配合身长来看，有些 baby 优先长骨骼不是问题。第七，整体 baby 评估，生长曲线只是工具之一，精神、大小便、发展里程碑同样重要。那下次医生说你的 baby 掉 percentile 或者 Z-score 时，你可以问这一些问题。baby 的曲线是平行下降，还是建立新的稳定线？还有 baby 的身长呢？ baby 的整体状态、精神、大小便发展都正常吗？如果答案显示 baby 只是在4到6个月经历经受期，或者一直沿着自己的遗传轨迹成长，那么就不需要恐慌。OK， 在这里我要 highlight 一下一些不怎么被听到的声音，那就是有一些妈咪反而会因为 baby 的体重一直升高，到了被医生建议要给 baby 减肥的程度而焦虑。他们想要跟人提起这个烦恼也不容易，
因为每个人看到肉肉的米其林宝宝那种反应呢，还有也担心会被那些烦恼 baby 体重不够的妈咪指责他们炫耀，所以他们的烦恼也很难说出口。可是他们的这个烦恼也是跟 baby 的体重、成长焦虑相关的话题，这个也是我们下一集要谈的。OK， 我们下一集要讲的会包括那些体型小小的 baby 和那些米其林 baby 呢，那些肉嘟嘟胖嘟嘟的 baby， 这两种 baby 都会被医生担心他们的体重，所以如果你的 baby 是小小只的或者大大只的，下一集都不要错过。我是丽丽，我们下一集见。